大家好，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萝莉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一期是加股股息投资系列。在欧洲出现的疫情第二次爆发，欧洲国家新冠的感染人数再度上升，各国是否会升级社交距离限制，是否再次采取封锁措施呢？这样的不确定性再次让市场动荡不安。作为最大受害者之一的能源企业也是首当其冲的。萝莉对于欧美地区会发生第二波爆发是意料之中的。自从9月份开始，学校开课，但是却不是线上教学为主，而且选择回到校园，这就更进一步确认了二次爆发的可能性。这期视频主要是更新一下 EMB 安桥公司这一家油气管道运输公司在近段时间的表现，外加在小伙伴的推荐下，又发现了另外一家每月派息，而且现在的派息率高达 9% 的油气管道传输公司。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下面视频开始。之前有小伙伴问我，为什么这些管道传输公司他们的 current ratio 现金流量比常年都不足1，是不是他们短期会有经营问题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就要说到油气管道传输这个行业了。这个行业就如多伦多的收费高速407和国内的高速公路要收费一样，在建造的时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资，但是建成以后，除了少量用于管道硬件之类的维护费、管理费用和偿还债务以外，其他的大量现金都会用作于派息的方式回报给投资者。这样的形式有利于减少公司的税务，而且有益于投资者，因为他们对于 Pay as you go 只要有使用就需要付费的模式，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流动现金。只要美国还需要石油天然气，那么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这些油气管道传输公司就能保证有足够的流动现金。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高分红高股息的，因为他们除了管道，剩下的就只有钱了。下面我们来看看之前提到过的安桥公司，这是在美股和加股都上市了的公司，股票代码都是 EMB。 这一次我们直接从自由现金流入手，看看在最难熬的第二季度 EMB 的自由现金流是否会直转向下。安桥公司第二季度的 net cash flow 是负的 1.79 亿，这是最直观的数字，说明安桥公司在第二季度的现金是流出的状态，付出去的比赚回来的多了 1.79 亿，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因为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停滞了的。在收入表上就可以发现，2020年第二季度销售额比2019年同比少了 65%， 但是因为销售利润不高，只有 2.66%， 所以实际上第二季度的收入比2019年只少了 1.87 亿， 8.18%。 这个少的部分基本上就等于 net cash flow 减少的部分了。在这个收入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油气管道传输公司他们的强项，主要的收入来源来自于传送类费用，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使用就要付费，而主要的收入支出用于派发股息，因此流动比率比较低，就不足为奇了。在现在的环境下，虽然经济活动降低了，石油的消耗量和油价也紧随其下，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到安桥公司。安桥公司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度过这次难关。 EMB 以现在的股价计算，它的派息率是 8.41%， 回报率十分可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第二波疫情爆发的非常严重，除了感染率，致死率也大幅上升的话，疫苗也在短期内无法完成，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经济活动就不得不再次被封停。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桥公司为了应对收入继续减少，现金储量不足，
将有可能减少股息派发的额度来增加其现金储备。这样的担心来自于今年安桥公司的 EPS 有所减少， Payout Ratio 将会上升到 126%， 远超往年的 109.5%。 Payout Ratio 是股息分配率，代表股息与盈余的关系，指公司从盈余中拿多少出来配息的比例。一般来说，成长型公司、新创公司的目标是扩张、开发新产品、进入新市场，所以会把大量或全部盈余进行再投资，因此股票配息率比较低，甚至有时候不派息。反之，如果公司没有太大的投资机会，无法创造更好的报酬率，不需要现金再投资，就会把大部分利润派发给股东，配息率就会比较高，接近 100% 的也有。鉴于安桥公司之前10年没有停止过派息，就算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只在2007年12月危机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减少派息。所以如果将来疫情再次爆发， EMB 可能会有减少派息的风险，这是需要我们预先知道并且做好心理准备的。另外要特别介绍的一家加拿大油气运输公司是 Pembina Pipeline Corporation， 加拿大 TXS 的股票代码是 PPL， 美股 New York Stock 的股票代码是 PBA。 这是一家主要向加拿大和美国西部地区运输石油天然气的能量运输服务公司，已经有65年的历史了。先来看看2019年的 Annual Report， 初看之下2019年的营业收入同比2018年降低了 2%， 但是销售费用也减低了 5%， 所以总体的利润率增加了 4.5%。 纵观2017年到2019年，2019年的利润率比之前2年都有了明显的上升，说明公司运行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现金流量表中，在投资性现金流上的支出增加了，因而2019年年度的总现金流为负的2700万。但是如果除去2019年价值20亿的收购项目，那么2019年现金流将会为正收入 19.82 亿，现金流十分充足。截止至2019年末，负债率是 49.4%， 对于重资产行业来说，不到 50% 的负债十分健康。公司还将于2020年增加每月每股1分的派息，从每股20分上升到了每股21分，派息增长率有 5%。 大家并没有看错，确实是每月派息而不是每个季度派息。因此它相比于其他季度派息的公司，在每年一样的派息率上，每月派息的收益率会更加高，钱早点到手就能早点再投资嘛。以现在的股价计算， PPL 的股息率就高达 8.92%， 将近 9% 的收益率十分可观。 Payout Ratio 是 89%， 公司盈利能力足够发放现在的股息额度，而且纵观之前10年， PPL 保持着良好的派息记录。在最新第2季度中，毫无例外，与能源相关的企业收入都受到了影响，收入大幅度降低。但是 PPL 没有增加债务，说明有足够的现金应对这个疫情。而且第2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也从第1季度的流出状态恢复到了正增长。虽然受到油价再次下跌的影响，股价走低回落，但是公司基本面表现稳定，罗莉有足够的信心 PPL 能度过这次危机，未来会有不错的表现。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罗莉只在分享个人观点，不是投资建议哦。如果喜欢本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3连支持罗莉一下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罗莉都会一一回答。谢谢大家观看，罗莉也要回去充电哦。滴